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草药之命名，依产地命名的部分。依产地命名，自古的医家就有所谓的一个道地药材的说法，也是非常重视这个药材的一个种植的地理环境跟水文。那这道地药材呢，说真的，北方称地道，南方称道地，这是汉朝的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，地和道，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行政区域划分，像是县和市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这个章节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，包括像是四川所产的这一些中药材，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广东和台湾所产的这些中药材，都会在药材名称前面冠上地名，譬如四川的缩写会冠上川，如川牛膝、川贝母、川白芷、川穹；浙江的话呢，则会冠上杭，譬如杭菊花、杭白芷；河南的话呢，会冠上淮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河南有四大淮药，包括了淮牛膝、淮山药、淮地黄以及淮菊花。山东所盛产的一个道地药材呢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驴皮胶，我们把它称为山东阿胶。广东所产的药材呢，有广陈皮、广砂仁。那台湾所产的呢药材，我们就会冠上一个本省所产的本字，称为本白芷。依产地命名的，像是四川所产的川牛膝，为苋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川牛膝所用的部分为根，具有活血通经、补肝肾、强筋骨的一个作用，那也具有利水通淋的功效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川牛膝的功效是偏于活血去瘀。四川所产的另外一个道地药材，如川贝母。川贝母它的来源植物非常多，是百合科的植物，川贝母、暗子贝母、甘肃贝母、梭沙贝母等等。用的部位是它的鳞茎，具有清热化痰、润肺止咳、散结消肿的功效。四川所产的另外一个道地药材呢，为川白芷。川白芷为伞形科的植物，白芷或者是杭白芷，它的根部所具有的功效呢，有解表散风、通窍止痛、燥湿止带以及消肿排脓。浙江所产的药材会冠上一个杭字，例如杭菊花。杭菊花，一般的菊花是指菊科的植物，菊的头状花序。菊花具有疏散风热、平肝明目、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河南怀庆府所产的会冠上一个怀字，例如怀牛膝。怀牛膝为苋科植物怀牛膝的根部，而怀牛膝偏于补肝肾、强筋骨，一样是具有活血通经、补肝肾、强筋骨以及利水通淋、引火下行的作用。另外一个河南所产的四大淮药之一，淮山药。本身淮山药为属玉科的植物，属玉用的部位是它的根茎，具有益气养阴、补脾肺肾以及固筋止带。山东所产的一个道地药材为山东阿胶。山东阿胶为马科动物驴的皮经煎煮浓缩成固体胶，具有补血、止血、滋阴润燥的作用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得不介绍台湾所产的药用植物或者是中草药。那中草药在台湾所产的会冠上哪个名字？一般台湾所产的中草药，我们称为本省所产的药用植物或中草药，像本白芷或者是本杜仲，
都会在药材前面加上一个本字。以上是我们中草药命名依产地的介绍。